Hello，大家好，我是维克，欢迎来到这集的节目。最近这几天呢、台湾的大家呢都在享受过年的气氛，而大联盟的春训呢也正在热闹的展开当中。今天这集啊，一样整理的最新的道奇春训相关消息与采访内容呢给大家。那么首先啊，在这个周末准备要到来的道奇一系列的这个热身赛，那么总教练呢在最新的访谈当中呢也有提到，就是他预计会让山本也就是我们第二座冠军的 MVP 呢，在这个周末对上天使或是教士的比赛当中呢上场，那去调整一下他整体的一个感觉啊，还有就是投球的强度等等。因为日本那边啊会希望球员能够在大概3月初左右呢去报到，所以刚好趁最后这一周的这个热身赛调整一下状况，好去备战 WBC。那这个部分啊，其实之前 Roberts 也有提到过，就是因为对上的这个山本啊，还有大谷他们都要去参加 WBC 嘛，所以在这个春训的训练期间呢，会有一点压缩到。再加上虽然大谷在 WBC 呢只打不投可是他下个赛季就是确定会重返先发嘛，所以还是需要在春训的时候呢去完整整体的一个投球训练等等。那包括山本也是啦，所以才会安排山本在这个周末呢就上场投球。那么至于大谷的话，预计是安排在3月底跟天使的这个高速公路大战当中呢会上场，作为开季最后一次的这个投球强度测试那作为重返先发的最后一个调整还有观察这样。那么另外啊，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小金在之前的影片当中呢，我有跟大家提过，今年这个赛季对他来说绝对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去竞争这个二垒的位置。 Tommy Edman 呢确定因为受伤的关系他不会那么早的回到场上。那么老将 Rojas 虽然暂定是二垒先发，可是毕竟年纪的问题啊，他也不可能就是每一场都打所以教练也很明确的提到，就是说小金的春训状况呢非常好，今年二垒的位置呢他非常有机会会让他跟 Rojas 去交替去轮流上场这样子。所以头2场的热身赛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小金的射艺所以真的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啊。那么讲到小金啊，他这几天也有接受就是Dodgers Nation 的专访，其中呢他也提到就是二垒这件事情，那他也非常谦虚啊表示说这个位置他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得来，而不是靠教练给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位成熟的职业球员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就是虽然现在二垒的竞争度坦白说不高，但更能够显现出你的能力，年轻有速度有打击，防守也很好我相信一定会有机会的。而且有时间呢，我觉得也可以多跟这个 Rojas 去请教，我相信他一定呢也很愿意呢去分享守备相关的经验给小金。那么在采访当中啦小金也有提到，就是他甚至也开始练习中外野的一个守备而且也越来越适应去接外野飞球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喜爱多功能性球员的这个道奇来说呢，真的是一件好事情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可以去多一层思考现在守中外野的目前暂定是 Pages 嘛那打序上面的暂定是第8棒。那他今年的功课呢非常简单，就是选球因为他去年这个坏球率呢是联盟倒数所以导致季后赛打击状况呢不是很好。今年呢他必须得克服这个问题，而教练团呢让小金去守中外野，或许也是买一个保险，同时也让位置的竞争呢更激烈让选手们能够时时的去警惕自己说每一个人的位置呢都是不稳的只要表现不好，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换下来。而这也跟教练昨天在休息室里面他有发表一个谈话嘛内容呢我觉得是相符的。他提到了就是今年道奇要追求3连霸，标准呢跟难度呢都会更高，每一个人呢都需要保持无比的专注那所有的策略呢都是从10月往回推所以教练呢也会持续的去 push 各位，把各位呢都逼到极限。那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发挥出超越自己原本的能力，然后呢帮助球队拿到冠军。球队不缺有天分的球员，因为道奇现在无疑是全联盟天分最高的队伍了那现在缺乏的是什么？专注跟超越极限。所以从教练发表的这些谈话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在现在这支队伍里面呢，没有什么大牌小牌一切都是以实力说话。你拿得出好的表现的人呢，他就有位置，拿不出来的，很抱歉，你就必须得让位。哪怕是大谷自己他也讲过，他现在上场的压力呢会更大，因为有很多人在竞争彼此的位置而且他们呢一点都不会输你。所以小金在这个赛季真的在一个绝佳的位置上面，一定要好好的加油，然后争取更多的上场时间。机会就摆在眼前了，我就看你能够掌握多少了。那么另外小金也有透露到，去年可能因为密集的这个赛程还有这个强度比较高嘛所以让他在这个赛季的后半段体重呢一直在流失体力呢有点跟不上，所以在今年的休赛季他有特别增重了大概2到3公斤让自己呢变得更强壮来面对高张力的一个赛事那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如果有关注这个道奇的 IG 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小金应该是全队里面能够做最多伏地挺身的人了因为他看起来非常壮。OK，
好，那么讲完这个二垒的小金啊，那我们现在换到了这个我们的游击手 Mookie Betts 哦，去年对他来说，无疑是蛮挣扎的一年了哦。这个赛季初期的身体不适，那回归球场之后的起起伏伏，以及在大谷后面第二棒的压力等等，哦，都让我们这位 MVP 的状态呢，明显的失衡。但不过到了新赛季了哦，我相信对 Betts 来说呢，绝对会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他或许不用再担任大谷的下一棒了。好，那根据总教练的采访当中呢，他提到预计呢会让 Betts 去担任第三棒，那这个也跟我们之前预测的呢是一样的。这样前三棒的打序呢就会变成是大谷、Tucker， 然后跟 Mookie Betts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而 Freeman 呢则会往后到第四棒。哦，那这样的打序呢，我觉得是好的，因为你这样至少前三棒你会有一棒是右打嘛。而 Tucker 的部分呢，之前也有跟大家聊过，根据他过往的数据啊，虽然他是左打，可是他不管是对左投或是右投的打击状况呢，其实是差不多的，甚至对左投的成绩呢还比右投好一点哦。所以把他安排在大谷之后，我觉得是一个蛮正确的选择。这样，即便对手想要针对大谷，也躲不了下一棒的 Tucker。在前面两棒都是大棒的情况下，我觉得 Betts 在第三棒就会很好发挥了。总教练也有提到，就是他可以发挥的像瑞士刀一样的全能属性，哦，不只能够上垒，还能够把垒上的队友给送回来。哦，那我觉得这正是 Mookie Betts 的能力，减少了在大谷后面那一棒的一个压力啊，反而让 Betts 能够发挥的更全面，哦，确保在前三棒当中至少有人可以上垒，甚至是能够马上得分的状况。哦，那我觉得这个对于球队来说呢是非常有利的。而教练对 Mookie 春训的状况呢也是赞不绝口，说他今年看起来整体放松了许多了哦，毕竟已经有一整年这个游击守备的一个经验，所以他不再会像去年那样子就是手忙脚乱。那么 Roberts 甚至大胆的预言，就是 Mookie Betts 今年有机会会再次出现在 MVP 的候选人名单当中哦，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看到健康的 Betts 回来。我觉得不只是这个生理上的健康啦，心理上的健康，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对于这么顶尖的选手来说，我相信大家在身体的各方面机能上面，我觉得不会差太多啦。心理的这种韧性跟强度，我觉得才是能不能够撑完整个赛季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OK，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总裁对于大谷翔平在 WBC 只打不投的安排的考量是什么？在春训的采访当中啊，总裁有明确的提到，其实关于这件事情啊，他们有跟大谷就是好好的坐下来谈过。基本上的论点呢非常简单，原因就是因为他刚手术回来不久，那也刚经历过漫长且高强度的赛季，而球队呢希望他在接下来的8年都能够投球，而大谷自己也希望在接下来的8年他能够投球，所以为了不要有太多的风险的情况之下，双方才有了在 WBC 的赛场上面只打不投的共识。那么虽然总裁说了，这对于大谷就是这么有竞争性的人来说，不容易，但为了这个长远的考量，最终双方还是有达成了共识。那么另外总裁也对大谷的春训状态呢表示非常满意，除了在这个投球的组合上面需要再稍微调整一下以外，基本上呢没什么问题。那么也确定会在3月底的高速公路大战对上天使的时候呢，让他上来投球，观察一下状态等等。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总裁讲的这个话还蛮不错的用生涯长远的考量来跟球员做沟通我觉得这比任何的方式呢都更有说服力。因为我想你身为一个职业的运动选手，没有人会想拿自己的职业生涯来开玩笑的所以希望大谷在道奇的第一个2到6赛季呢都能够这个顺利的度过，那保持健康呢进入季后赛，那也希望大谷能够在 WBC 的比赛上面呢能够有好的表现，那最重要的是不要受伤。 OK，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希望你们喜欢。我是维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